15号，巴勒斯坦方面称，以色列对加沙地区进行了最猛烈的轰炸。那么，您对于当前战场形势有何观察？这个战场形势对哈马斯非常的不利。以色列它的这个军事准备和这个所谓舆论和道义角度的，已经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一个阶段。那么以色列呢，现在呢，地面部队已经开始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地面，就是侦察性的突击，目的呢，主要是要发现人质的藏匿地点，因为人质啊，它是在多个地点呢被这个关押。这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部署方面的这个准备。另外呢，以色列呢也在这个采取一些其他的这个极端手段，继续加快呢把这个加沙和贝特哈嫩的百姓啊驱赶出这个城区，包括继续维持啊断水、断电、断油、断食品等这个措施。那么加沙这个百姓的这个生存状况越来越糟糕，那么很难呢在这个城里啊继续支撑下去。同时，以色列现在为了配合加快把这个加沙城区老百姓啊赶出去的这个部署，现在呢恢复了对南部地区的这个供水供电。那也就是说，希望呢百姓呢先进入南部地区，然后呢再对这个加沙呢城呢展开这个分割包围，逐个区域呢展开这个清剿行动。美国总统拜登接受采访称，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同时也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次占领加沙。美媒也放风，拜登有意访问以色列。那您是如何来看待美国此时扮演的角色？这个事情的突然出现呢，打乱了美国原有的议程，包括它的全球议程和地区议程。那么，由于这个事情出了，美国呢，他也被这个以色列给绑架了。拜登政府呢，现在不得不全力配合以色列呀，达成他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呢，拜登政府还想把这个当前的这个事件呢，做一个政治上的这个挖掘。在以色列认为他这个关键的时刻，现在呢全力支持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呢，那就是要帮助以色列现在实现在加沙地带根除哈马斯这个目标。同时呢，美国呢现在又把2个航母作战群呢派到了这个以色列近海。当然了，第2个航母作战群月底才能赶到。美国摆开这个架势，无非是说以色列你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加沙问题，那么美国呢帮你看家护院，震慑住其他方向可能来自对以色列这个的进攻，或者是对这个加沙冲突的卷入，使以色列呢可以这个放心的集中精力的完成这个加沙的军事目标。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拜登呢又提醒以色列要遵守呢战争法规，要给这个人道主义的通道呢留一个机会，就是说削减呢以色列在这个道义方面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更重要的是啊，现在啊，拜登政府想要通过帮助以色列完成这个加沙这个军事行动啊，达到讨好以色列，进而呢使以色列呢能够对美国国内呼风唤雨的犹太势力发挥影响，那么再由这个犹太势力去影响美国选民，进而呢为明年的大选呢对这个拜登也好，对民主党的选情啊营造一个相对有利的这个氛围吧。王毅这几天同美国、沙特、伊朗、土耳其4国外长密集通话，那您是如何来看待中方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与作为？这个中方现在啊是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王毅外长已经代表中国呀，对这个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和当前加沙地带的危机啊，系统的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些立场啊，它确实是鲜明地反映了中国现在站在了和平的一边，站在了人类良知的一边，站在了国际法的一边，站在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边。同时呢，中国的立场又伸张了正义。那么现在中国马上要派出中东问题特使出访中东有关国家，我认为呢，他的工作重点是下面几个方面：第一，立即加快停火止暴，先停火；第二呢，要这个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特别是巴勒斯坦民众所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第三呢，是要启动和平谈判；第四呢，是要这个让联合国缓解当前人道主义危机和政治解决这个巴勒斯坦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五是要愿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中东有关各方寻求这个问题的长久解决之道。这就是说，依据联合国有关决议，依据阿拉伯和平倡议，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那么彻底的实现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个不光是和平是重要的，而且呢，公正的和平是更重要。如果这个和平不公正，那么它也不可能持久。巴以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中东展开一系列的穿梭外交，在密集性访问以色列、约旦、卡塔尔、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之后，有消息称布林肯将再次访问以色列，还有美国媒体称总统拜登也将在未来几天访问以色列。拜登15号则对媒体表示，美国不支持以色列完全占领加沙地带，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局势一时陷入僵局，中方也展开积极外交。在1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外界关注的当地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问题，发言人毛宁表示，据了解，目前已经确认有4名中国公民在冲突中不幸遇难，2人失联，6人受伤。我们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当前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商业航班仍在运行，建议当地的中国公民搭乘商业航班尽快回国。我们将继续认真研判巴以的安全形势，密切跟踪当地空路、陆路的开放情况和安全条件，尽全力为中国公民提供协助。毛宁介绍，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将于本周访问中东。翟俊特使此次访问旨在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敦促有关方面停火止暴，推动局势降温，给政治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14号，翟俊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本轮巴以冲突发生以来，中方一直在同有关各方沟通协调。他已经同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沙特、阿联酋等国家外交部负责人及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欧盟中东和平进程特别代表、挪威中东和平进程特使通话，并集体会见了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负责人。有关方面都希望能够推动停火止暴，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呼吁避免发生人道主义灾难，也期待着恢复中东和平进程。在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沙特、伊朗、土耳其4国外长密集通话。13号，王毅在同到访北京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共同会见记者时，就巴以问题系统性地阐述了中方立场。他表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2国方案，就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样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实现阿拉伯和犹太2大民族的和谐相处。深圳卫视注意到，14号，美国总统拜登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电话时，也讨论了2国方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王牌新闻节目60分钟15号播出了对拜登的专访，议题是巴以冲突。So you do not agree with the Israeli total siege of the Gaza Strip?
I'm confident that Israel is going to act under the rules of war. There's a standards that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countries go by, and so I'm confident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n ability for the innocents in Gaza to be able to have access to medicine and food and water. Would you support Israeli occupation of Gaza at this point? I think it'd be a big mistake. 拜登表示，哈马斯极端分子并不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但巴勒斯坦需要一个权力机构。拜登再次强调，美国支持两国方案。在被问及美国军队会否介入本轮巴以冲突时，拜登予以否认。他表示，美国承诺会提供以军所需的一切。近日，美国舆论的焦点之一是美国的国力是否能够同时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拜登再次给出肯定的答复。We'r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God's sake.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 in the history, not in the worl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e can take care of both of these and still maintain our overall international defense. 但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美国无法长期同时对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支持。On the Ukraine funding, we're coming near to the end of the rope. I mean, today we announced $200 million, and we'll keep that aid going as long as we can. But it's not going to be indefinite. 巴以冲突也让乌克兰政府陷入焦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多次强调，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能停下来。We are now in a special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ine, and in a situation where it is important to put pressure. We must win. We do. It requires patience. It requires steady and continuous support. 为了安抚乌克兰方面的担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对媒体透露，拜登希望国会批准一项对乌克兰和以色列两国的武器援助计划，总额将远高于20亿美元。And the president has made clear that he is going to go to Congress with a package of funding for Ukraine as well as continued support for Israel. You can expect intensive engagement with Congress this very week as we work on such a package and seek to secure bipartisan support for it. 但一些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已经公开表态拒绝拜登政府打包军援以色列和乌克兰的计划。很多人问的它是一个具体的战术性的问题，支持乌克兰的军事装备和支持以色列的它完全不同，所以美国有这个应对这个能力，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层面，从战略上来说，美国肯定是会捉襟见肘的，不用说它同时介入两场战争，就是介入一场，就单单就中东来说，很多矛盾和困难，它战略上的问题它解决不了。还有美媒爆出爆炸性新闻，多家新闻机构引述白宫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拜登可能考虑访问以色列。观察指出，美国总统访问正在爆发激烈战争的国家十分罕见。美联社认为，如果访问成行，这也代表着美国在总统层级对以色列表达坚定支持。美国政治新闻网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同拜登通话时发出了邀请。报道称，拜登已告诉助手他有兴趣前往，白宫方面正在权衡这一提议。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里安·沃森在谈及拜登的行程时表示，没有新的行程可宣布，但他也没有否认相关报道。分析指出，目前留给拜登访问以色列的窗口期十分狭窄。当前巴以局势正在急剧恶化，以色列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对加沙城发起地面攻击，当地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此外，拜登如果访问以色列，也将遭到哈马斯的强烈抗议，或刺激局势加速恶化。此外，如何保卫拜登在以色列期间的人身安全，也将是白宫特勤局面临的最大压力。也有美国媒体认为，拜登很有可能到访以色列，因为今年2月，拜登也不顾俄乌冲突正在进行，闪电式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因此，面对中东的铁杆盟友以色列，拜登也存在赴当地访问来表达支持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刚刚结束东亚访问行程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日前就访问了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表达美国国会对以色列的支持。期间，特拉维夫2次拉响防空警报，舒默一行也进入防空洞躲避。We're having a lunch
up in the hotel, and the sirens went off. We heard them, and we were all rushed into a shelter and had to stay there until the coast was clear. And then a few minutes ago, this press conference was delayed for the same reason. 舒默也提到了自己的犹太裔美国人身份，他强调自己会坚定支持以色列。As Senate Majority Leader, as I mentioned, the highest-ranking Jewish leader in American history, I'm doing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ensure the Senate delivers the support Israel needs. 美国的表态和做法其实是非常矛盾的，他确实在行动上是无条件支持，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以色列所做的一切，现在很多是损害美国利益的，跟美国的目标是矛盾的。另外，美国的支持可能会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现在最不想做的就是再介入一场大规模的中东冲突，但是他越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以色列越有可能挑起一场规模更大的中东的冲突，所以它是矛盾的。当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密集访问中东，他在途中还曾与王毅通话。16号，布林肯在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后，形容二人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塞西则当面批评以色列，指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进行了过度的轰炸。The current crisis is a drastic one, and I believe that the ongoing retaliation goes beyond the right to self-defense for Israel and amounts to the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the Gaza Strip, home to 2.3 million Palestinians. 有美媒报道，布林肯此前在以色列期间强调自己是以犹太裔美国人身份表达支持，遭到塞西的批评。深圳卫视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天里，布林肯先后访问以色列、约旦、巴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被美媒形容是疯狂的外交冲刺。然而，他要求阿拉伯国家谴责哈马斯的要求就屡遭拒绝，认为这样对局势降温没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16号，布林肯将再次回到以色列访问，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在总结对几个阿拉伯国家的访问时，布林肯表示，他过去几天希望向外传递4个主要目标，即明确美国与以色列站在一起，防止冲突蔓延到其他地方，努力确保包括美国公民的人质获释，并解决加沙存在的人道主义危机。We will stand with it today, tomorrow, and every day. 布林肯透露，拜登已经任命戴维·萨特菲尔德担任中东人道主义问题特使。萨特菲尔德将于16号抵达相关地区。他是一名资深外交官，曾在中东地区广泛任职，包括波斯湾地区、黎巴嫩和伊拉克，并担任过美国驻黎巴嫩、驻土耳其大使，精通阿拉伯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将于10月18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作为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也是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本届论坛有哪些看点？国际友人如何评价这一带一路这10年？随着嘉宾陆续抵达北京，哪些外交活动已经展开？来看看报道。出席峰会的多国领导人已陆续抵达。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他威信均已抵京。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随后，李强陪同欧尔班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在与欧尔班总理会谈时，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匈方继续坚定支持彼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愿更紧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抓紧推进匈塞铁路项目，努力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合作。中国的发展对欧洲是机遇，不是挑战；是动力，不是风险。希望匈方继续为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欧尔班表示，将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产业与投资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16号，李强还为埃塞俄比亚总理举行了欢迎仪式，并与其会谈。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先期访华抵京的智利总统博里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会见由土库曼斯坦总统顾问别格利耶夫、副总理戈尔基梅拉多夫、国防部长巴巴耶夫等组成的高级别代表团。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分别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在会见拉夫罗夫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中方赞赏普京总统高度评价并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欢迎俄方继续积极参与，为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贡献力量。明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双方要规划好纪念活动，深化战略互信，巩固传统友谊，促进世代友好。我们相信普京总统出席，那么将会为这次论坛的成功做出重要的贡献，也会推动那么中俄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强劲的动力。那么在两国元首进行重大的交往活动之前，两国外长我们需要进行对表，做好准备，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工作。拉夫罗夫表示，俄中双边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俄方期待同中方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一带一路”已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各方踊跃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也助力欧亚大陆互利合作。普京总统对来华同习近平主席会晤和与会充满期待，相信本届高峰论坛将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还就巴以冲突交换了意见。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接受了央视总台专访。普京表示，多极化的世界正在形成，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理念与倡议具有现实意义。И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конечно, вот он, смотрите, в 2013 году говорил здесь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вот такого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мира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между судьбами всех стран и народов на планете. А потом выступил с инициативой «Один поезд, один путь». Но это 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 того, о чем он говорил,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в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плане. 10年来，中国与5大洲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了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上万亿美元投资。6廊6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共建国家不断深化规则标准等领域合作，收获了外国政要及国际组织负责人的广泛好评。Because we saw this as a good strategic move by China. China is growing, China is prospering,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saw it as one way China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Y creo que tiene razón el presidente Xi, si las buenas relaciones hacen mejores los vínculos y borran las distancias. Creo que es así. Y ahí es donde los dos ganamos. Y ese es el trabajo que tenemos que hacer. China nos está ayudando mucho a lograr ese objetivo. It's a very promising mega project, and Kazakhstan strongly supports the concept which has been elaborated here 10 years ago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This project may bring a lot of benefits for so many countries. 2016年9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份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I've served half my career in Africa. I've seen firsthand the differe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made.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as far as the United Nations is concerned, because our hope is for human development, as I spoke about. 港澳地区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6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70人代表团启程到北京出席论坛。深圳卫视注意到，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規格為歷屆最高，參與程度也是歷屆最全面。香港作為共建“一帶一路”嘅功能平台同埋重要節點，係積極參與者、貢獻者，亦都係受益者，擁有
深化「一帶一路」建設嘅豐厚條件。我同代表團將向世界各地嘅來賓介紹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同埋機遇。我亦都會介紹香港近期活起來、動起來嘅情況，以及香港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嘅我哋嘅進展。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也已率领代表团前往北京，出席论坛开幕式及相关活动。16号，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闻中心启用，国际媒体近距离报道这场盛会。新加坡亚洲新闻台在特别节目中介绍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10年来取得的成就。In 2017, a China Railway freight train carrying clothing and other retail goods made the first intercontinental journey from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Yiwu to London. It covered 12,000 kilometers in 18 days, passing through Kazakhstan, Russia, Belarus, Poland, Germany, Belgium, and France before finally entering Britain. It made London the 15th European city with direct rail links to China. It's faster than shipping and cleaner and cheaper than air transport. 欢迎进入深圳卫视推出的“一带一路”10周年特别策划《大使的见证》。本期嘉宾是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10年来，“一带一路”正逐步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效应，成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典范。今年8月，南非主办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和金砖机制有哪些美好交集？来看看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的解读。I'm so happy to be here. So we would like to have tea party with you. So I also brought our tea called 直茶 because our program is called 直新闻, 直 news. Wow. Do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直? No. It means you have to be very straightforward. You have to be very frank. So we are a news program. So,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But today we would like to try the traditional South African tea. Rooibos. Yes. Yeah, but nice. Of course, our tea doesn't have any caffeine, which is good for you. It doesn't affect your sleep.今年
18 years in succession. So at the same time, South Africa is also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from the African continent. We are both in BRICS, we are both in G20 and other forums where we cooperate. B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important for South Africa, and we're busy implementing those announcements. 今年8月，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To improve global growth, we should work well together to improve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 and reform them with the UN at its center, but to make this institution more representative to all the people. We are there to reform the glob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We stand together on this. They take the needs of development of poorer countries and emerging economies.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蓝白合首次磋商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登场，不过据岛内媒体报道并不顺利。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党双方就最关键的如何产生最强候选人的方式上分歧未能弥合，蓝白合再生变数，但岛内仍有超过60%的民众希望下架民进党。距离投票还有2个多月，蓝白双方能否化解分歧，实现合作下架民进党的目标呢？14号，中国国民党派出侯友谊竞办执行长金溥聪、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民众党派出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竞选办主任周瑜修。双方在台北福华大饭店进行蓝白力量整合会议，被岛内舆论称为蓝白合迈出的关键的第一步。但磋商后的更多报道显示，蓝白双方分歧仍很大，在关键的谁当副手的问题上没有谈妥。中国国民党方面主张开放式初选，民众党则坚持以民调决胜负。故意提出一个一看就知道很难实现的，我看他也没有打算要合作。金溥聪本人对此进行了回应。柯市长再早一些时间也讲过啊，民调都是用买。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也提醒，历史上民进党使用灌票的手段来破坏国民党初选数据的情况也曾发生过。民调的话，绿一定来灌票，所以你不可能做负的。我把柯文哲票灌高，蓝白合就破局了吗？那绿营当然最希望看你破局。国民党方面强调，开放式初选是被历史和经验证明都行之有效的，因为那个最能够模拟实际投票的状况。民主初选是要靠脚投票，民调的话是靠嘴巴投票。有蓝营人士指出，以历史数据来看，民调抽样仅1-2千人，存在代表性不足的弊端。以去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例，蒋万安的民调数据跟其他候选人的相当，但蒋万安最终高票当选。同样，谢龙介去年选台南市长，封关前最后民调只有13%，最后得票率却是43.6%，但柯文哲对此不认可。但柯文哲也没有宣布蓝白合破局，他要求国民党及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提出其他具体可执行、可信的替代方案。我认为你的方法不好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其他提出的替代方案？你想好之后通知我们再来谈。侯友宜继续释放善意，表示只要柯文哲愿意，马上就可以谈，并再次强调开放式民调可行。我们继续朝政党轮替往前走，我们还是会继续的释出最大的善意、包容以及体谅，做最大的努力。参与14号磋商的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执行长金溥聪对柯文哲的态度深感不解。昨天不是谈得很好吗？怎么今天突然一下我说并名的并名？其实他们早上又告诉我们，原来是答应下周2要谈的。如果你对我们提的方案有一些不满，是不是能够来试着大家消除，提出各自改？不应该是就是说你不照我的方式，我们就不谈了。只要民众党提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全力配合。台媒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4位参选人中，赖清德支持率为36%，仍居第一；侯友宜的支持率为19.8%，已超过柯文哲的17.2%，而郭台铭的支持率下滑至6.2%。对此，有分析认为，国民党支持者已离开郭台铭，而柯文哲的民调也下滑，则表明蓝营找韩国瑜辅选是正确的策略。
台湾《中国时报》分析指出，选战的格局基本上已经明确，蓝白不整合就谁也不会赢，双方只要整合就可以稳赢。所有局外人都清楚这个道理，现在就只剩下局中人何时能够幡然醒悟了。香港中评社认为，倘若双方对于民调、投票初选的争议实在太大，无法继续谈下去，或许蓝白合的协商还有第3种可能性，那就是直接进入未来行政部门职务分配的讨论。由陕西省台办和西安市台办共同主办，走进现代西安两岸媒体行活动15号圆满结束。为期4天的行程中，近20名两岸媒体记者通过走访大唐不夜城、丝路科学城、西安国际港务区等地，从古城新貌看中国式现代化在西安的实践。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那么我身后的秦兵马俑就是一张浓缩这里1000年历史的亮丽文化名片。走入兵马俑考古现场，每个陶俑的造型和表情各不相同，列阵的场面气势恢宏。同行的台媒同行连连感叹震撼。他们表示，原来只能从网络和图片上看到的兵马俑，在挖掘现场亲眼观看，会有一种奇妙的历史连结感。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文字和镜头，将这种感受传递给台湾观众，期盼他们有机会可以过来看看中华文化发展的印记。两岸媒体记者畅游西安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和大唐不夜城，沉浸式感受大唐文化和唐风唐韵之美。感觉就是很惊艳，因为在台湾的话，就是很少会这样穿着汉服这样走在路上，很自然的这样子在那边逛逛啊。对，然后现在就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可以保留那种传统。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吸引了不少台商台胞选择扎根在此。张汉文来自台北，曾在北京某剧院工作过15年。他表示，一直希望能够开一家主打家庭教育题材的偶剧工作室，而西安的文化氛围能够助力他圆梦。阴凉透心凉。可是我的家里没有冰的东西了呀。妈妈，我要吃嘛。妈妈。布袋戏是闽南和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戏剧剧种。张汉文的偶剧工作室里就摆放着许多布袋戏木偶。其实已经有在做交流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个戏叫做《月亮逃跑记》，也是台湾朱淑敏导演他导的这个戏。然后他的第一段是讲就是天狗吃月的故事，第二段呢，它就融合了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李白、王维、杜甫3个诗人，他在里面有很多提到月亮的诗。两岸媒体记者还一起踏足秦岭山脚的石边玉新村，以及位于周至县的周一现代农业园区，深入了解当地乡村振兴的产业项目。台湾 TVBS 电视台记者林敏珍对于周一现代农业园区的猕猴桃种植情况非常感兴趣，所以当然看到果农也很好奇，就是说这到底给他们什么样实质的帮助。所以像刚刚问的结果，他是说在没有这个猕猴桃之前，他说他年收是1万左右，那有了这个以后，他是说可以年收到5万。那所以我们就会想，具体的去第一线了解到底农民他们的改变是怎么样。值得注意的是，继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后，西安也获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联合采访团走进秦创园综合服务中心，探访陕西科技创新发展成果。大家用手触摸纳米智能新能材料，用镜头记录低温冻存金鱼复活的过程，排队与 AI 下棋机器人对弈。我想请教你这个。你说这个是氢气罐，对对对，它能够飞行多久？像现在的这个机型是工程机，现在这个是90分钟的续航。西安高新区丝路科学城相关负责人介绍，西安高等院校云集，具有一定科研优势。西安高新区积极借鉴深圳前海的发展模式，打造秦创园科创基金小镇，给企业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和投资。我们规划就是计划引进就是130家金融机构，目前已经入驻60家了啊，助力高新区的就是我们还有我们就是我们丝路科学城的产业能够做大做强。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战略位置。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出的一列列中欧班列长安号，就见证着西安深入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
我今天参访了这个康佳这个家电的公司，其实也蛮特别的。他们有80%的产品是销往到欧美的，而且是运用这个中欧班列的优势，它的商品其实可以很及时的就运往到它的客户手中。我觉得这对企业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便捷，而且是降低成本非常好的方式。